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在近些年来堪称飞速，在首艘超级航母福建舰之后，势必还会有更多新航母竞相亮相。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4月1号是王伟烈士牺牲22周年，央视军媒在这几天也开始通过发布相关宣传视频，宣传王伟烈士的英勇事迹。福建舰再上央视画面，其中在王伟的墓前，这几天不少人民群众都自发前往悼念。同时，在王伟烈士的墓碑前方摆满了鲜花和礼物，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机和战舰模型，如他曾经驾驶过的歼8战斗机模型，以及歼15舰载机、歼20战斗机、FC31战斗机、辽宁山东号航母模型等。大家正在以不同的形式纪念我们的英雄王伟，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思念之情。王伟烈士是在2001年的4月1号监视美军反潜机时，遭遇美机突然撞击而坠海牺牲的。他生前曾作油画夙愿，想象自己驾驶歼8舰载战斗机，从带有弹射装置的航母起飞，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应该是他最大的期望。他的遗孀阮国琴在近日接受采访时称，现在中国拥有3艘航母，将来也可能有5艘、6艘。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王伟的夙愿也实现了。培养像王伟这样的接班人，是活在当下要做的事情。可以说，现在王伟烈士的夙愿已经实现了，因为他曾经期望的大型弹射航母福建舰已经建造完毕，目前正在处于试航测试前夕，基本上2024年就能够正式入列解放军服役。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平直甲板和搭载新型电磁弹射器的超级航母，是解放军后续航母设计和建造的标杆。当然，正如阮国琴所说，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将来也可能有5艘、6艘航母。以目前的国际局势和解放军的战略需求看，3艘航母的总量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无法满足解放军海军未来的最低装备需求。6艘航母的数量可以说才能满足海军舰队的基本需求，注意是基本需求。现在我国海军主要分为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舰队，而现在我海军共拥有3艘航母，其中北部战区海军是辽宁号，南部战区海军是山东号，东部战区因为其实际情况在解放台湾任务完成之前不太可能列装航母，而新建造的福建号超级航母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属于南部战区海军的。我国拥有将近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遍布全球的贸易航线，3艘航母对于海军未来的需求和发展规划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海军正在全面转向蓝水海军而建设。目前，美日等域外势力接连在南海和台海附近针对中国加强其军事存在，并且频繁在台海和南海不断发起挑衅行为。在印度洋，印度军方也不太消停，英军同样也有在印度洋使用航母舰队，在战时封锁印度洋航道，打击中国贸易航线的险恶计划。因此，目前北部战区需要保持1艘航母，以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海附近的突发情况，而南部战区海军则需要拥有2至3艘航母，负责在印度洋和南海地区保持长期的军事存在，以进一步捍卫海洋主权，维护海洋经济权益。当然，在台湾问题解决后，台岛本岛就是一个天然的良港，东部战区海军将具有装备航母，直面西太平洋美军威胁的需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海军至少要保持最低6至7艘航母的总规模。其中3大战区除了南部战区海军需确保3艘航母外，东战、北战海军舰队也需要各自确保服役2艘航母，这样才能够确保航母长期执勤，1艘常态化正常值班，1艘则在港例行维护，2艘航母互相轮换，便可以保持航母舰队在海上的长期军事存在。同时，在港维护时，航母也将承担起教学舰的职能，为航母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南海海军则需要确保拥有3艘航母，需要向南海、印度洋发展，任务很重。其中1艘需要在南海地区长期部署，
一艘需要在印度洋地区长期部署，护卫海上贸易线路；一艘在港维修，和前两者负责轮换。总而言之，6至7艘航母的列装规模可以保障海军随时都拥有航母可用。当然，也有网友认为，中国的航母数量应该确保在10艘以上规模，甚至是超过美军。实际上并无需要。美国海军拥有这么多航母的原因，是出于维护其世界海上霸权的需要。在欧洲、西亚、东亚等各地，都需要拥有自己的航母随时部署。中国海军的发展战略和需求则和美海军截然不同，所以部署的航母数量不可能超过美国，或者是达到和他们一样的同等标准，够用就行。